央视最近又一次报道了福建舰的消息。这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如果进展顺利的话，在今年完成海试，明年就能够正式服役了。但是这艘航母想要正式形成战斗力，却还要好几年的时间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之前福建舰的副舰长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了，福建舰今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试验、试航等一系列海事任务。而现在央视则是正式官宣了，福建舰将会在今年开启海试。在报道中，央视是这样描述的：福建舰在进行完细泊试验之后，就会开启海试。在去年的9月份，也就是福建舰刚下水之后的3个月，我国就官宣了福建舰跳过了西装阶段，直接进入了细泊。而算上开启细泊试验到现在，福建舰也是时候进行最后的海试阶段了。对于航母的海试，一般需要进行数轮。像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，从2021年的8月的第一次海试，到2022年9月份服役，总共经历了4次海试。而我国的辽宁号则是从第一轮海试开始，进行了10次，最后才服役。不过，我国虽然进行了10次海试才服役，但是从海试到服役的时间却只花了13个月，和维克兰特号相比起来并无区别。经过多次海试的辽宁号，从服役到形成战斗力，至今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乱子，不像维克兰特号事故不断。而我国的山东号航母从海试到服役的时间花的就有点多了，虽说只进行了9次海试，比辽宁号还少1次，但是从2018年5月开始海试，到2019年12月服役，却花了19个月的时间。对于花这么多时间的原因，其实也很好解释。毕竟辽宁号是直接从乌克兰买的瓦良格号航母改造的，很多构造和基础设施都很成熟，所以从海试到服役花费的时间少。而山东号则是我国100%国产的一艘航母，在构造和设施方面，我国从来没有过相关经验，所以每次海试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总结，导致仅进行9次海试，反而19个月才服役。而从辽宁、山东2艘航母从海试到服役的经验来看，我国的福建舰想要实现从海试到服役花费的时间，怎么着也得10个多月。虽然在打造福建舰的时候，我国在航母方面的经验就已经很丰富了，能够直接跳过西装阶段到细泊试验，但是这艘航母的吨位也变大了不少，是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，并且舰载机采用的并不是滑跃式甲板起飞，而是通过3条电磁轨道弹射起飞。这技术目前只有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上有。而福特号航母虽然海试3个月就服役，但实际上已经拖延了3年的工期，并且说是完成了海试服役，但实际上服役后一直在进行各种测试，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服役。以我国谨慎的性格来看，在航母的其他测试项目中花费的时间可能会很短，但是在最重要的电磁弹射上，肯定要进行多轮的测试才行，从而确保战机在上舰时的万无一失。因此，即便福建舰是我国的第3艘航母，进行海试的轮次也不会低于9至10次，花费的时间也不低于1年。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，那么我国的福建舰航母在今年开启海试，那么到了明年，也就是2024年就能正式服役。但是这个形成战斗力的话，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了。2025年可能就有点难了，而2025年可是十分特殊的一年。无论是美国智库做出的兵棋推演，还是美国将军做出的警告，未来中美最有可能产生冲突的一年都是在2025年。但航母想形成战斗力，需要花费的时间那可就长了。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从2012年服役，直到2018年才官宣了已经形成了实际战斗力，中间花费了整整7年的时间。山东号则是22年官宣了进行实战化训练，算是变相承认了已经形成的战斗力，但从19年服役算起，这也花费了3年的时间。福建舰服役之后，由于采用的电磁弹射轨道，因此以前的歼15舰载机就不适用在这儿了，配备的应该是传说中的电磁弹射5代机和电磁弹射版的歼15舰载机。
此类型舰载机，我国目前还都在研发测试中。即便日后和福建舰一同服役了，飞行员也需要经过从零开始的训练，更别提在复杂的海域情况下，还要和其他军舰和指挥人员进行协同训练了。目前来说，福建舰的进度确实喜人，相比较其他国家来说，已经体现了中国速度，但对我国越来越严峻的安全形势来说就不够了。美国的11艘核动力航母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国呢，即便是有福建舰的加入，所起到的作用也仅仅是自保。所以对于央视的官宣，我们还不能够骄傲自满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更多。